建民论推墙，各位朋友，大家好，今天是2020年8月31号。昨天的节目里面，我们已经谈到捷克的议长维特奇，他率领了89个人的代表团呢，从昨天开始起访问台湾。那么他访问台湾的这件事情呢，就一下子打破了中共封堵的一个台湾的禁区，就是任何国家你不可以跟台湾发生官方关系。当任何一个国家跟台湾发生官方关系的时候，就必然按照中共讲，就是侵犯了中共的这个主权了嘛。中共认为台湾是他的一部分嘛。任何国家跟台湾的交往，如果你发生官方关系，那就变成了违背了中共给你划定的一个禁区，就是不可以跟台湾有官方往来。我要再次感谢韦德奇议长亲自率领团队从捷克远处而来，向各位证明，不论再多的压力，再严峻的情势，也阻挡不了台捷两国捍卫民主自由、守护人权的决心，并且在经贸交流上创造互惠、共赢的合作模式。My politici jsme sem přijeli proto, abychom vytvořili vhodné prostředí pro spolupráci našich podnikatelů a abychom vytvořili vhodné prostředí po spolupráci Tchaj-wanu a Česka. A věřte, že bez možnosti svobodné spolupráce mezi podnikateli, mezi zaměstnavateli nebude svobody a demokracie ani v Česku, ani na Tchaj-wanu. Protože právě svoboda a demokracie jsou základem prosperity. 那么捷克议长访问台湾的这件事，就让中共这个战狼外交部长王毅现在仍然在欧洲访问，所以王毅昨天呢就是恼羞成怒，他昨天呢就在德国发表了他指责捷克议长维特奇的一个义愤填膺的一个指责词。他说维特奇是公开挑衅中国，一定要让维特奇他自己的短视行为和政治投机呢要付出沉重的代价。那么王毅解释就说，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了，在台湾问题上挑战一个中国的原则，就是跟14亿人民过不去。所以说中共你可以看到，什么时候他都要把14亿人民扛出来，也就是在全球国际事务中，他只要谈到中国，只要谈到中国的利益，他首先就把14亿人民高高的举起，让别人认为，哎呦，我得罪14亿人民啊，哎呀，这么庞大的一个人民群体啊。其实14亿人民跟中共没有1毛钱关系，这14亿人民只不过是中共的韭菜，是中共任意宰割的羔羊，他们从来就没有代表过人民的利益，人民从来也没有不同意过哪一个国家跟台湾可以发生官方关系，人民愿意全世界所有的国家跟台湾早一点建立外交关系，早一点恢复中华民国常任理事国的这个地位，早一点让中华民国光复大陆，早一点回到中国来取代中共这个残暴的政权。所以说王毅他多么的把人民扛上，他实际上是绑架人民。到了这时候，他说人家捷克什么撕毁跟中国的这个协议，背弃了不跟台湾发生官方往来跟中共订的那些条约了。你把中英香港联合声明、一国两制的那个声明撕毁了，你怎么没讲你背离了国际条约啊？人家跟台湾发生官方关系都是背信弃义，那么你中国撕毁中英香港联合声明，你算不算背信弃义呢？所有的标准都是中国外交部定的，都是王毅定的。所以说中共呢，他就是这样，因为呢，他依靠的什么？他在海外有很多大外宣。王毅在这一次欧洲访问中，可以讲到哪一个国家都如丧家之犬一样，到处受到人民对他的反抗。同时，每一个国家接待他的人员，在跟王毅谈判的过程中，首先要跟他谈香港国安法，首先要跟他谈中国的人权问题。没有多少人去迎合他王毅，可以讲王毅就是灰溜溜的。但是呢，收买的那些大外宣仍然要给王毅唱赞歌。这个法广呢，就专门发表了一篇专栏文章，这个标题呢就是很无耻。这个标题说是王毅在欧洲展示魅力外交。我不知道法广你讲这个话，你是代表法国人民的想法，还是代表中共在海外设立的大外宣啊？这个法广投共，我看他不是一天了，只有法广这样的大外宣的媒体可以写出这么不要脸的标题。王毅的魅力外交，王毅的魅力在哪里啊？王毅到欧洲，他展示的魅力，第一个就是警告诺贝尔奖，不要把诺贝尔奖发给中国香港，因为这样会干涉中国的主权，也就是以中国主权为名去威胁人家诺贝尔和平奖评奖委员会。第二个，他向欧洲人宣布的就是说，新冠病毒它的源头不在中国，这就是王毅的魅力。第三个就是王毅警告捷克的外长，你突破了中国给你划定的禁区，你现在访问台湾，跟台湾发生官方往来，就是背弃了跟中共签订了不跟台湾有官方往来的这个契约。
这就是王毅他所谓的魅力外交。实际上，王毅就是霸权外交、不要脸的外交，就是他自己在欧洲继续推行中共一贯的那种霸凌行为的外交。所以他是什么魅力外交？中共在全球推行他的霸凌政策，在海外发展他的大外宣，即使是中共有一些大外宣的人员，中共也可以照样去惩办他们。今天根据澳大利亚的新闻，我们看到了中共央视海外频道环球电视网的一名女主播，她的名字叫陈磊，这个人呢是澳洲籍，她呢被中国呢国安拘留了。8月31号，澳大利亚的外交部长叫马丽斯佩恩，他发声明呢证实了这件事。陈磊呢现在被北京国安当局拘留。澳大利亚驻中国的外交官呢上个礼拜通过视频呢跟陈磊呢有过这么一个通话。那么陈磊是个什么人呢？陈磊这个人是出生于中国湖南的岳阳，10岁的时候呢就跟父母呢已经定居在澳大利亚，在澳大利亚取得学位以后呢，然后就归国了。这就像我们看到的很多小粉红成长的道路，包括有一些中国富裕的家庭，他们把自己未成年的子女带到海外去求学，在海外获得学位以后，然后呢回国就报效祖国了。陈磊呢就是属于这样的典型。他2002年就开始在央视的9频道主持中国的一个财经节目，当然了，他现在在央视主持的各种节目已经被央视全部删除了。那么陈磊这个人呢，他因为是央视9频道的主持人，他常年活跃于北京、澳大利亚的社区，一直呢为澳商协会和澳大利亚驻中国的大使馆呢主持各种活动。如果你说陈磊被抓，肯定是他是一个异议人士，是中共要打击的一个反对中共政权的一个异议人士。但是你去看看陈磊的微博啊，看他的推特啊，这个人基本上就是大外宣啊，没有看到他有什么自由主义情怀啊，都是涂脂抹粉小粉红的那些语言啊。包括2个礼拜前，他还在指责美国已经把这个抖音海外版的 TikTok 变成了政治化啊，也就是2个礼拜前发完这个推特他就被抓了嘛，也就是被抓之前最后他发出的推特都是指责美国，你们把 TikTok 政治化了。也就是说，这个人的立场完全是站在中共海外大外宣的立场，完全是小粉红的立场，他都是迎合中共，是属于拥抱熊猫派嘛。那么这个人为什么会被中共抓捕呢？中共怎么会去抓捕一个为自己涂脂抹粉、抬轿子吹喇叭的大外宣呢？这个呢就很难解释，是不是他表面他是迎合中共，在为中共做的各种洗地的工作，而暗地里面呢他会有情报出卖给澳洲的五眼联盟，出卖给澳洲的情报部门，是不是会有这种行为？我们不好说，因为中共呢在前2年呢也抓了一个杨恒军，杨恒军也是一个从中国大陆到达澳洲，取得澳洲籍的一个中国人，那么最后也是被中共的国安部门扣押在中国的监狱里面，到目前来讲也没有正式的审判。所以说呢，这个陈磊被抓呢，我们感觉到很蹊跷。按道理来讲，陈磊都是歌颂祖国、热爱祖国的，他所从事的职业，包括他自己的微博和推特，都是歌颂的、爱国的，怎么会党把这样的人也抓起来呢？你如果说是党找这些人的清算，就是通过要抓捕杨恒军、抓捕陈磊这样人去教训澳大利亚，这个我感觉到有点不符合常识啊。你看他们抓捕的加拿大的2个人质，一个康明凯，一个斯帕夫，这2个人标标准准是人家加拿大人，他不是什么华裔，而这2个人抓捕就是明确是针对孟晚舟的，也就是你加拿大扣押了我1个人，扣押了我孟晚舟，我至少要扣押你2个人，我扣押你一个斯帕夫，扣押你一个康明凯。那么澳洲抓的这个杨恒军和陈磊这2个人就感觉到非常的奇怪了，就是中共怎么会把自己像陈磊这样一个大外宣，在央视频道里面为中共主持节目，每天为中共吹捧的这样的人也把他抓起来？那么小粉红中共也抓吗？如果小粉红也抓的话，那我就是要跟海外所有小粉红都提醒一声了，党国清算的日子到了。歌颂党国没有用啊，在央视歌颂都没有用啊。可以讲，这个陈磊如果是特务，已经打入到央视内部，打入到中共的最高宣传机构了，这个水平不得了啊。所以你小粉红，你一般人你做不到陈磊这种水平啊。而陈磊都被抓了，你更何况你呢？因此来讲，做小粉红、做五毛，最终就是死得很惨。因为你们做的这些坏事呢，不光中共要清算你们，海外可以这样讲，五眼联盟国家也肯定会清算你们。美国就这样。美国的情报总监这2天就接受了福克斯电视台玛利亚对他的一个采访。这个美国国家情报总监的职务呢，他是美国情报系统的最高领导人，中情局是他的直接下属，也就是他本人按照他讲的，他看到的情报范围仅次于总统，除了美国总统之外，他是全美国可以看到情报等级最高的人，也就是他掌握的情报的来源最多。他在这次采访中，他非常坚定地告诉了福克斯新闻台的这个采访的主持人玛利亚说，他说中共就是美国最大的威胁。他说尽管俄罗斯对美国也有威胁，但是跟中共比，
那是小巫见大巫。中共对美国的威胁非常大。他说，美国有很多党派人士不愿意承认这一点，他们不愿意承认这一点，都是因为他们自己的目的，他们是把情报政治化。他说，通过我们掌握的各种情报，我们可以完全认定，中共对美国，他无论从政治、经济、外交、军事和商业方面，对美国都是全方位的侵入，给美国造成的伤害跟美国造成的威胁非常的大。所以说，铲除中共是美国情报机关要做出的一个最大的一个工作。And we begin this morning with what my first guest calls the single biggest threat to U.S. national security, Communist China. The danger is not remote. It is present right now within our own borders. On Friday, a Chinese national and researcher at UCLA was arrested and charged with destroying evidence that Beijing has been stealing U.S. nuclear explosion applications. This just the latest example of espionage and intellectual property theft happening right here on our own soil. Since being sworn in as Director of National Intelligence on May 26th, John Ratcliffe has made China one of his top priorities. He has seen more raw intelligence than anybody in the country, except for President Trump. You know, it fits his narrative to continue pushing this Russia narrative, but did they miss the true adversary, which is China? Right. Well, again, Maria, as you said at the top of the show, in this position, I'm privileged to see more intelligence than anyone else in the country other than the president. That includes all members of Congress. And as I see intelligence every single day, when you consider the fact that the amount of intelligence that we get, and we consider economically, militarily, technologically, China is the greatest threat that we face. I don't mean to minimize Russia. They are a serious national security threat, but day in, day out, the threats that we face from China are significantly greater. And I think that's clear, and anyone that sees intelligence knows that, and anyone who says otherwise is just politicizing intelligence for their own narrative. And obviously, you know, we're talking about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that is, you know, at the center, puts the government at the center of every decision, sets aside personal liberty and freedoms, violates human rights, all in the name supposedly of the collective good. All of that's anathema to American values of personal freedom and liberty, and it's something that we should all be concerned about. And again, the intelligence community warns of that threat, and people that see the intelligence knows that that is the threat. 这就是美国国家情报总监，他亲口告诉电视台、告诉主持人、告诉所有的美国观众，告诉你中国现在对美国的威胁所在。所以说呢，川普总统真的是很不容易，因为川普总统现在他已经经历了要把那么多年积累下来在美国爆发的这种矛盾，也就是中共从中美建交这么40多年来，从中国改革开放派出大量的人员渗透到美国以后，给美国造成的各种伤害，到了现在可以讲，美国川普总统这届内阁要不断的什么？要不断的铲除中国混到美国的各种间谍，然后彻底的消除中国给美国带来的各种威胁。所以说，川普总统实际上是很难的。很多人动不动把川普呢跟里根总统相比，认为里根总统在他的手上结束了冷战，结束了前苏联。川普总统现在为什么还没有把中共推翻？我可以这样讲，一定要给川普总统时间。川普总统现在还没有这个时间和这个精力，以及他还没有把他的这个完整的战略全部实施完，也就是你要给他时间，一定要让他连任。因为川普总统所面临的困难要比当年里根总统面临的困难要大得多。因为里根总统时代，里根是有坚定的盟友的。英国当时撒切尔夫人，铁娘子撒切尔夫人跟里根总统是非常坚定的盟友。无论在英美当时在国际战略、国际外交上面，对方有什么大事，立即是毫不犹豫站在对方，铁杆的挺对方。这是里根时代。但是你看，川普总统现在到哪里有这么坚定的盟友？这个英国的首相约翰逊，他是在川普总统一再对他规劝下，他是自己在中国的病毒对他侵害，差一点死掉，然后他死里逃生以后，他才开始醒悟，才开始现在配合川普总统，所以他根本称不上是铁杆盟友嘛。里根总统年代，所有的媒体不会有失公允，即使是左派媒体，他们也不会这样无端的去攻击里根总统。而川普总统完全不一样，全美国所有的媒体，所有的大媒体，你看的那些有影响力的媒体，都是众口一词的，每天都在污蔑川普、造谣川普、攻击川普。
所以说，川普总统根本没有办法去跟里根总统比。里根总统那个年代也没有遭遇什么通俄门啦、什么弹劾啦，但是川普总统都遭到了。川普总统上任的第一个任期，一会儿说到通俄门，一会儿要弹劾门，对他通俄门也调查完了，弹劾门也搞过了，最终证明川普总统是清白的。但是要给总统增加多少麻烦，耽误多少精力呢？在里根总统那个年代，还不可能遭到外部的信息战攻击，因为那时候信息还很不发达，也不可能遭遇到包括每年有几十万的这个华人学生涌进美国，然后对美国进行的知识产权盗窃了、科技情报的窃取了。可以讲，在里根总统年代根本没有。但是今天川普总统就是要面对的中共改革开放这么几十年来，每年都派出几十万的留学生、访问学者，窃取美国的科技情报，盗窃美国的知识产权，在意识形态里面去麻痹美国人，然后最终还弄出什么抖音、微信这种社交媒体软件，对美国的年轻人进行洗脑。在里根总统年代完全没有这么回事嘛。更何况里根总统年代所面对的冷战最大的对手前苏联，前苏联军事实力是比较强大的，但是他没有经济实力啊，他没有几个卢布啊。而今天川普总统所面对的中国，他可是 GDP 全球第2的有雄厚经济实力的一个国家，用这个国家用举国之力来渗透美国的。所以说今天川普总统碰到的压力要比里根总统当年碰到的压力大得多。你看看现在共军、解放军的军官都公然可以隐瞒共军军人的身份，然后以学者的身份通通潜入到美国啊！现在光抓出来已经6、7个啊！这个在里根总统年代一个都不可能发生啊！但是现在中共就是这么干的。所以说，川普总统现在面临的是中共大举侵入的非常复杂的一个形势。在这个形势下，也就是川普总统怎么稳住阵脚，争取到第2任期，然后不断的清除击毙，最终拿出铲除中共、消灭中共最大的决心。然后我们期待到川普总统在下一个任期里面能够有一个一举性摧毁中共的战略。根据美国媒体的报道，美国媒体他们搞出的这个民调上都显示出老百姓不喜欢川普，民调大幅的都是拜登领先，好像老百姓都不喜欢川普一样，是这样吗？川普总统可以讲走到哪里都受到人们欢迎。川普总统从酒店参加完活动出来，他都不忘给那个门童给他一点小费，也就是川普总统他非常注重在这种细节上面去照顾到那些普通的劳动人民。而且就在他要上车要离开的时候，有2个儿童他们跑过来想跟总统合影，川普总统毫不犹豫就跟2个儿童做了一个合影。也就是说，川普总统他很在意在这些细节方面照顾到美国普通的劳动者。这样的总统人民会不喜欢吗？民调会如此之低吗？我们就不看民调，我们就看结果。还有2个月就大选了，2个月以后大选的结果就让我们知道川普总统人民是否会拥戴他。可以讲，今年就是因为这个病毒给美国造成了极大的损伤，所以说呢，很多左派的媒体呢就不断把今年病毒的所有的责任呢都归咎于川普总统。实际上，这个病毒现在按照美国的科学研究，按照美国白宫所掌握的一些情报来分析，认为这个病毒有可能就是中共所特意安排的叫功能性的病毒，就是功能增强型的病毒。纳瓦罗，也就是川普总统他白宫的顾问纳瓦罗在8月29号接受福克斯采访时候，他第一次提到叫功能增强性病毒。他认为这个功能增强性病毒就不简简单单是自然形成的，有可能有人工合成的可能性。这种人工合成的可能性完全来自于中共的实验室。所以说，现在美国就在调查和研究这个病毒它的来源跟中共的这个实验室里面有多少关系。而且这种病毒会变成一种逐步加强的叫功能性增强型的这个病毒，这种病毒完全就是一种生化武器类。 There's really some important questions the American people have to understand, both about the origins of the virus and how China is using the virus to advance its political and strategic agenda. If you look at what they're doing behind the veil of the virus, they've cut a deal with the Philippines to take over the South China Sea. They've squashed Hong Kong behind the chaos of the virus. They invaded India. Right. It speaks to the fact that maybe they intended all along to spread this virus around the world. But there's question. That leads us to the questions
about the virus. We know now that there's a high likelihood that it came from one of 2 virology labs in Wuhan, but we don't know. Was it genetically engineered through this thing called gain of function? Is it a weaponized virus? I can tell you, if nature weaponizes Peter, things, yeah. Irrespective, I'm going to interrupt you now, but irrespective, they lied about it, okay? And they blocked, Wuhan from going into the rest of China, and then let it all out to the rest of the world. 所以说，美国现在正在密切观察、调查和研究中共释放的这个病毒是否属于生化武器类。如果是的话，那么毫无疑问来讲，第3次世界大战就在所难免了。也就是美国完全可以发起一个全球性的一个北约盟军所展开的对中共的一个沉重的军事打击。这个军事打击的理由就是你中共制造了生化性武器，而你这个生化病毒武器对全球有伤害。现在全球绝大部分国家都因为这个病毒的伤害，来自于中国武汉病毒的伤害，给每个国家人民身体的健康，给每个国家的经济都造成了极大的危害。所以说，美国完全有理由，只要能够证明这个病毒是中共刻意所为，那么美国对中国开展军事打击，铲灭中共这个政权，完全可以讲是指日可待的。所以说，中共这个红色江山现在正处于风雨飘摇之中，摇摇欲坠。而党国这些高官呢，如果用一句诗来形容他，就叫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现在党国的高官依然心情很愉快，该嫖娼嫖娼，该喝酒喝酒，该及时行乐及时行乐。党国倒塌不倒塌，跟他们没什么太多关系。这个抖音现在本来是川普总统已经对抖音在美国做出了限制，也就是抖音川普总统已经给出了对抖音最后90天的一个期限。这个90天期限，抖音将在美国被进行改造，要么被美国收购，要么抖音彻底下架。所以关于抖音出让的问题呢，抖音老板本来是积极的推动美国的公司购买，美国也有好几个公司，包括微软啊，包括甲骨文啊，包括沃尔玛啊，都有兴趣去收购中国这个抖音。那么现在呢，中共的这些高官呢，据说是中共一些达到中央局、达到政治局委员这一类的高官，他们在一起讨论的过程中，他们非常非常的不痛快。他们觉得你一个商人搞一个软件、一个社交媒体，随口就卖个500亿，做个生意你随随便便就卖500亿。我们说这么大的官，我们也没有随随便便就可以搞到500亿啊。所以说这个抖音不能够随随便便就卖给美国，你美国动不动要限制你的知识产权，那我们中国也有知识产权啊，我们的知识产权也不可以随便给你美国。因此现在就让科技部就出台了一个关于中国技术出口的一个管理政策。这个管理政策明确就是对抖音这样的技术，如果要向国外出售，要得到中国中央政府的批准。这一下子抖音的老板就哭晕在厕所了，但是呢他也不敢不马上就发表声明，坚决拥护政府的决定，也就是政府同意我卖我就卖。因为本来抖音这个老板一下子可以赚一大笔啊，这个抖音海外的这个 TikTok 可以讲，抖音的老板本来认为能卖到100亿美元，他就已经烧了高香了，他没想到微软一开始开出的价格是500亿啊，所以说100亿他都愿意卖，别说500亿了。现在呢，中国不让你卖，别100亿、500亿，现在1个亿都不准你卖。因此，抖音你想卖，你也不一定卖得掉，因为中共的高干不愿意你们这些做生意的人，你们随随便便就可以把你们那个抖音到美国去卖它个几百亿。我们现在也要控制知识产权，这是我们的产权，我们的技术也不出口，这是中共它反制于美国。那你就这样，抖音就别卖了。而且正好了，美国也不要花那么多冤大头的钱来买你的抖音。可以讲，与其拿500亿美元来买一个抖音，不如拿500亿把中共的防火墙摧毁。没有防火墙了以后，什么抖音不抖音啊？美国的这些社交媒体软件一下进入中国大陆以后，所有的抖音也抖不起来了，他那个微信也微不起来了，就这么简单哇！根本就不需要拿钱来收购什么抖音哇，根本不需要拿钱来收购什么抖音哇。昨天根据媒体报道，乌克兰前总理叫季莫申科是个女总理，大家不知道对这个女总理还有没有印象？被中共吹捧为美女总理的这个季莫申科，在昨天已经正式确认感染中国这个武汉病毒已经快有1个礼拜了，而且他这个感染很重，他就跟英国这个首相约翰逊一样，感染上以后，他在第2天就已经进入了 ICU， 进入了重症监护室。目前来讲，可以讲这个季莫申科是命悬一线。季莫申科之所以被感染上，他跟这个约翰逊真的很像，都是因为他亲共造成的。你跟共产党走那么近，共产党的病毒呢，首先就要缠上你，也就是最终用中共武汉病毒送了你的命。季莫申科现在目前还在重症监护室里面，看他自己能不能逃过这一次死亡。
可以讲季莫申科是绝对拥护共产党、绝对爱好共产党专制的一个人。这个也就是东欧的共产主义解体以后啊，不断的出现了像俄罗斯的普京、白俄罗斯的卢卡申科，包括这个政治改革完全不彻底的乌克兰的这个季莫申科。可以讲，历史再次告诉我们，任何共产党是没有改良主义道路可走的。那种期待的共产党内部可以出现一个什么改良主义，出现一个良心派的共产党的人士，导致共产党走一个改良道路，这条道路早就证明已经死亡了。尤其是靠共产党党内的良心人物来实现和平转型的可能，我认为完全没有可能。这也就是为什么我提出过国际共管的理论，因为在中国你要实现中国靠中国党内良心人物来实现和平转型是不具备这个条件的。为什么说不具备这个条件？第一是上层没有智慧，第二个是下层没有觉悟。中国历朝历代，尤其是中共统治这么70多年来，所有的罪恶基本上都是顶层和下层相结合产生的一种邪恶的力量，而且这种邪恶的力量一直是把人类的文明往深渊里面带。中共建政以来，无论是他的正反、土改、反右、文革，包括后来的6四法轮功，这么几十年来，中国共产党对人类犯下了无数的罪恶，但是从来没有得到过清算，也从来他们没有一丝悔过。包括文革结束后，那些被共产党、被毛泽东曾经打倒的一大批老干部，他们为自己平反，为右派平反，但是无论他们怎么平反，无论他们搞什么改革开放、拨乱反正，所有文革的罪恶他们一点都没有清算。那些当年的作恶者，他们没有一个有一丝悔悟，他们个个活得心安理得。举一个例子，就是当年的黄梅戏里面知名的演员严凤英。严凤英当时就是被一个军代表要求把他打死了以后，还要把他的肚皮破开，要在他肚子里面去找什么帝国主义的发报机。这个军代表的名字就叫刘万全。刘万全就是一个罪恶滔天之人。文革结束之后，安徽省文化厅还曾经派过一个调查组找到过这个刘万全。刘万全对他当年残害严凤英的事，他供认不讳，但是他没有丝毫的悔意，并且他振振有词为他自己的罪恶辩解。他不但不认为是一个罪恶，反而认为他是在文革中做出的贡献。这就是说，中共这个党，他们自身是不会正视他们自己的罪恶的，他们从来也没有悔过，他们从来也没有一丝一毫的对人民的忏悔。那么像这样的恶党，他们必然是只有推翻。这也就是说，中国必须要走一个中共在被推翻之后，由国际托管把中国强行的推向民主道路的这么一条路。麦克阿瑟当年在日本是强行把日本推进民主道路的，当时也有日本的很多政界人物反对。对于麦克阿瑟来讲，推进民主没有商量，谁反对谁枪毙，这就是麦克阿瑟当年的政策。所以说我以前的节目里面就谈到过，中国人民是不会愿意随随便便自动走入民主的，他们是要用鞭子抽进民主的。这就像中国人民当年当清朝结束的时候，他们头上那条大辫子他们是不愿意自动剪掉的。但是当中国共产党倒塌以后，中国的民主道路开辟之后，这时候中国人不论你愿意进入民主还是不愿意进入民主，都必须要把你用鞭子抽进民主。而抽进民主的这条鞭子，就是靠国际托管对中国实行一个民主道路、民主体制制度的改造，这是在中国必须要走的一条路。当然了，我这个理论提出以后，有很多人反对。那么在中国，你告诉我，你提出什么样的事情没人反对呢？你只要做事就会有人反对，你不做事也会有人反对。经常有人问我，这30多年你们干了什么？那么问这个话的人，他自己肯定是什么也没干。那么他问我干了什么，我告诉他我干了什么以后，他就告诉你这个干的不对，那个干的不对。那么怎么样干才是对呢？他拿不出一个怎么干才是对的方案，他只知道批判。所以说，如果说我们中国人只停留在只会批判、只会指责的情况下，因此就更加需要国际社会对我们托管。国际社会会给你安排一个现成的民主制度，台湾有现成的民主制度，完全可以借鉴台湾的民主制度，把台湾的民主制度直接嫁接到中国大陆上，对中国大陆进行民主制度的改造，然后最终通过国际托管来保证这个制度在中国有几十年有效的执行之后，最终中国就完全走上了光明的民主大道。好，今天的节目就跟大家说到这里，谢谢大家。